你们好哈，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记得等一下选好的时候，要把你们的选的号码123留在留言区里面做一个强力的连接。如果你要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哈。那如果选好了，不啰嗦，我们就直接开始喽。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一张牌的第一题哈。第一题这边问的是说，他会在什么情境里走进你的生命里？那我们抽到了是土士风16，也就是金币四、宝剑1，圣杯6跟权杖6跟权杖2的逆位哈。我看一下，从这里，我们从金币4土能量第4号来说，这边在诉说的是一种安定日常之中的一个不期而遇。他在说的是一种不期而遇，因为金币4的稳定，土能量的稳定啊、积累啊、安全感的象征啊，它带着一种你已经有了生活基础，心里不急于追寻一份爱。我来形容一下这个。就是你可能已经有自己独处的一个模式了，有一阵子了哈，所以那一种去寻找追逐爱的那个状态，可能现在在你心里是比较淡的了哈。这边我觉得土能量哈，金币是在讲的这个，所以其实啊，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已经铺好的厚实的土地了，它没有暴风雨或什么大雨来去给它做出一个改变，它还是能长出它自己的东西，它没有说受其他外在的东西的影响，所以呢，它会在你的生活的一个非常安全地带跟安全的领域的这个时刻会走入到你的生活，所以它跟你的一个奇遇跟偶遇这个方式，不是在很遥远的地方，不是在其他的国家，不是在异国这种，不是这种，也不是一种冲击性的。突然的出现生活上面的一个大事件里面突然跑出来的人，他是会在你熟悉的世界里、熟悉的生活里、熟悉的日常生活里面悄悄的闯入到你的视线里。为什么说是悄悄的闯入到你的视线？因为你的视线在你的基本的生活模式里面是很固定的啦。这代表什么？代表可能是你常去的咖啡店，看书的地方、健身房，或者跟你的朋友时常都是有一些固定的朋友、固定的约会的据点，然后它就会变成是这种相遇会在你生活里面稳定的节奏里面、稳定的日常里面突然跑出来的一个人。那它代表什么？它其实是你生活中一个新的插入的一个新变数。所以这里的土能量，这里的土元素的能量在提醒你说，你不要刻意去找它啦，它就会在你最放松、最做自己的情境里面的时候会靠近你，因为你并没有你现在的状况应该那种焦躁跟匮乏的能量越来越降低，所以在他靠近你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很多的压力或是很多的防备，反而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暖的、可依靠的、可以玩乐的、舒适的、安全的一个地带。这是他靠近你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个吸引力哈。来，我们这边再看到风能量1号牌哈，这边代表的是风带来的一种启程。刚土能量带来的是一种稳固嘛，所以这里风能量带来一种启程，它什么东西的启程？一种灵光要置入到你的生活里，要闪现在你的生活里的一个开端。所以这边宝剑1象征的一种新的想法、新的讯息、新的灵魂的旅程。这张牌的能量代表了一种春天刚开始的一种风的能量，带来新鲜的气息啊，吹动原本静止的那种湖面的那种微微的风，你就会知道春天来了。所以当它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一种很有启发性的契机，可能是一场对话的开始，可能是一开始聊天就聊到了共同的兴趣，还有你们第一次对话可能就会引发某种灵魂共鸣的话题，内心的黑暗面的，可能神秘主义的所以你会在他的眼睛里面看到某种好奇跟专注，就像这里风元素所带来的，就是那一种好像心里有一扇窗被推开来，然后光会跑进来，好的微风也会吹进来，他可能会因为你一句随手不是随手啦，随意的随意的说出的一些话题，发现很有趣，然后展开了新的话题，然后同时你们会被这种新的领域的对话从来没有跟人深谈的一种内容的议题，一直不断的转换之中而互相吸引，然后开始了有很多多元性的交流。所以这边风能量1号宝剑牌1号的能量代表什么？代表你们之间的初次互动，就可能会从很多的好的语言好的讯息的交换还有思想层面的一种共鸣就开始了。所以这种交流不必非常深奥，甚至可能只是一种轻松幽默的分享，但它会让你们心底后悄悄的或是扎实的记住彼此的存在。它
这种存在感就真的就像风能量来讲一样，就是一阵风吹过来，你虽然看不到，可是会有明确的改变，而且会有身心灵上都会有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那么到这里火元素6权杖6的时候，它这边在讲的是某种能量的回归，然后它在创造的是新的生命力的崛起，也就是你们彼此看到彼此的那一个时机点。所以这里权杖6代表的是一种认可的。好像认可彼此的灵魂就在这里，所以这个火能量的能量，它代表一种温暖有光，它出现在这个位置，意味着你们相遇的情境很可能是一个他看到了你展现了什么成果，表现了什么成就，得奖啊，或者在公司里啊，或者在朋友之间啊，好像在庆祝什么，发现你有某一种光芒正在绽放。你刚好走到人生比较高峰的阶段，表现得非常好，他会在这个时刻会看到你。他也代表说，也许在学校的活动啊、比赛啊、作品发表的时候，然后发现你，也有可能在朋友的聚会里面呢，因为某些小事情的对话，然后你提出了一个很棒的想法、很特别的想法，不见得是最好，但是很特别，他也会注意到你。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眼神里会闪烁着很强烈的欣赏，甚至还带有一些为你感到骄傲的感觉，他心里会为你感到鼓掌。这个就是这里权杖6所带来的一种讯息。他在你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在你，就是他的心里会觉得说，这个人在我的心里扎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好有存在感。我对他好好奇，他带来了我很多的新能量、新的热度、新的未来的那种动能。我希望在他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我可能没有发现的自己的位置，它会有这种火能量的启发。所以你们的相遇以后，我觉得它不会静静的、安静的、无声的、淡淡的，而是带有一种丰富的情感的色彩，会有一种互相欣赏啊，然后会有一种互相鼓励啊，氛围是会比较高涨的。所以这种能量呢，不仅会让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而且会在无形中建立我想要再见到他，我希望再跟他更多的谈话，我希望他有更多的表现，希望他给我无限的惊喜，会有这样子的渴望在他心里。再来另外一个火能量就权杖2的逆位，他在讲说原本有的方向现在变成是一个未知数的一个方向了，它可能代表了某种犹豫啦。所以我们这边在探讨的是说权杖2的逆位依然是着说，虽然你们彼此看到了，但是还没有立即行动，还没有立即去表白说我喜欢你的那一个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即使之前那一个权杖6的火能量非常光亮，非常有热能，但是权杖2的逆位却在提醒说，这段连结并不会展开的是非常不错，展开的是非常有热能，可是它并不会立刻推进到恋人那个状态，因为它可能还在观望，或者是你们之间还隔着一种生活的距离跟现实的考量。可能你们这次的见面情况都很好，可是发现说两个住在很远的地方，工作环境啊各方面可能都还没有确定是不是很雷同，其实还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一开始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对你的表达跟往前进的速度就放慢或停滞了。其实这不是一种冷漠啦，而是一种保留这边的火元素的热情被逆位调和成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本来的火元素应该是要冲刺的，看到方向就往前去的，它是一个火车的燃煤啊，飞机的燃能啊，这种各方面的让它往前冲的。可是因为它逆位了，反而变成说前进还在，但是它变得小心翼翼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第一次的相遇会蛮像是找到一个很不错的沃土，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农地，然后也有不错的种子，然后只有到撒种子的阶段。就是把这份安定啊、土能量啊的讯息啊，先放在彼此心里，要让生活和时间慢慢的在彼此内在发芽跟发酵啦。因为火能量权杖2的逆位它让这整个4张牌的时候变得比较耐人寻味，因为整个速度被拉下来一点点，因为没有立即燃烧成大火的一个状况，往往都是因为后面好像这段感情会把这个火焰打散，要一处一处的去把它找回，才可以拼凑出一个很大的萤火的一个火光啦。就对别人说，你们这组在权杖2的逆位的方向来说，就变成是你们需要靠零碎的更多的生活的相处来去把这个火苗一点一点的找回来。没办法，因为它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现实的原因嘛，可能生活搭配不起来，时间搭配不起来。这一次的遇见是非常好的，可是才发现说两个人要相约不容易，可能有距离的问题，可能他只是最近在这附近，或是他刚好跟他朋友带来聊天，可是他可能要回去自己的家乡，或者回去整个都有很多原因会拉开一下，会让人面对一下现实的距离。但是他这边并没有否定说后面的发展就到这里为止，没有，他反而告诉你说，只是这一个火星被打散了，你们慢慢的相处就会把它找回来。所以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4个元素的集合啦，然后它整体的氛围是什么？其实这个4个元素它有一种层层叠进的感觉，像
土能量的时候给了一个很不错的场景，就是两个相遇的时候会觉得很熟悉，然后感觉很安全。然后风能量代表说你们两个的对话开启了很多无限的好奇心，然后让彼此的存在感有了重量，就不太能遗忘，而且还甚至想要去制造更多的相处机会。那两个火能量呢，一个是火六的时候，火能量权杖六代表说你们彼此的欣赏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了，所以并不需要特别的去展现自己的优势，一开始就会发现彼此的好了。只是说在权杖二的逆位这里，就留下了一个悬念了，就代表说你们没有办法立刻就跳到这么前，节奏这么快，主要还是因为这整个逻辑上面可能有一种保留或是一种保护。好，这个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未知的，可是这种保护跟这种探索，反而可能会累积你们两个的情感的更多的细节的补充，也未必是个坏事。好，未必没有立即爆发成恋人是坏事，好像不是，他可能好像还有别的故事线或者更多的故事的细节要你慢慢的探索，来累积这份感情的基础跟稳固性啊。所以四个元素在这里彼此呼应。土能量带来了稳固的基础啊，风能量带来了很强烈的交流，然后火能量代表了其中的一种互动，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吸引。然后只是这里的火能量力存在着一种暗示着先不要那么急的一种提示，那我们就相信这个提示。所以这样子的节奏让你们的相遇有很多的温柔的感觉，有耐人寻味的感觉。所以后续感情的发展可能有在帮你们铺垫更多你们还没有发觉的彼此的一些惊喜了，也就是说寻找那一个颜色了。那可能这个慢节奏会在你们未来在回味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权杖二的慢节奏才让你们未来才有那种醍醐味，原来你们前面的相处有这么细腻这样。所以到了整个感受上了整个感受上，这4张牌给我感受上，我觉得他在描绘的是说，可能是一个晴朗的午后啊，你坐在咖啡厅的位置啊，阳光洒在桌子上啊，然后杯子的那个咖啡的热气慢慢上来啊，你在那专注着你自己的事情，看手机或打电脑啊，或是看着书啊，你没有察觉有任何人在注意你，直到可能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些眼神的短暂的交流啊，或是两个人去咖啡厅的时候拿什么糖啊，拿什么去柜台要杯子或什么时候，就突然就非常靠近了，然后结果就偶然的聊了几句，或是眼神微笑传来了一些小小的讯息他这个靠近呢，就会让你们两个人感觉到彼此的存在感很强，也许他也会主动来跟你认识也许这一次的遇见会在下一次你在跟你朋友约会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人我之前在咖啡厅遇过，他那个熟悉感又连接起来，就变成说你们两个现在范围其实是很近的啦，但是终究会记得第一天遇到的时候那一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会出现非常好的感觉所以在这边我们做一个小结论啦，它其实会在一个非常安定的很日常的，记得它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你的习惯的路线里面走进来，然后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火能量的推出，它会产生一个不经意的或是很自然的就想要去跟你交流对话的一次机会，然后彼此就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也有可能会保持距离，可是无论保持距离会往前，可是从这边看起来你们都有可能在非常近的人际关系里面会再遇到，这里感觉得到宇宙有安排到你们的相遇是连续性的，它不是只有一次就打散的，没有，因为你们的连结各方面好像在契合度上面非常高，这个我们可以再看其他的题目来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这边是你的能量正在怎么样吸引它靠近了这边有死神圣杯2、宝剑9、金币1，圣杯2是逆位的话其实我们先来看死神牌了死神牌我觉得这里死神牌被填写水能量，看这是水能量的一些改变我觉得这边在讲的是一个旧的故事的落幕，然后让新的爱情走进来的一个转变所以死神牌有的时候出现在一种很需要转折的点上我都一直认为死神牌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牌，表示你能够抛弃过去，而且新的东西要进来，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欢喜的迎接死神牌的出现没有那种恐惧。死神牌我都没有认为所有的任何牌都是恐惧，他们都是一种启迪，一种新讯息的启迪所以呢，死神牌的能量本身就不是一个死亡啦，而是一种彻底结束与全新的开始。在这股能量里面这张牌就像
正在焚烧过往的一种烈焰了哈，把你曾经的那种伤口中的累积的伤痕呢修补好，然后爱情的依赖也修补好，甚至连自我怀疑也修补好，因为它把它烧成灰烬了，你不需要再考量了。所以你的能量呢吸引它靠近的第一个原因是你已经走过了以前的感情的阴影，不再让过去的一些情绪捆绑自己。这个是死神牌在暗示你的，即便你现在还没有进入，你也快要进入了，或是赶快进入到新的未来了。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更新的感觉，更新。重新更新 update 的感觉会在你的各种方面延伸啊，生活举止啊，行为举止上面会散发出来了，肢体语言各方面都会有，表情尤其是眼神然后你会展现出一种很清新、很自由、很干净，而且极度的愿意迎接未来的某种气质。那死神牌所带来的那种你的蜕变不只是一种情感上面结束的一个象征了，更是灵魂的磁场某种的重生。记得灵魂的磁场，你真要重生了然后从这里开始你将会开始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因为你会意识到有很多东西是你身上的枷锁，你已经知道怎么把它们卸除了啦。因为你的频率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清晰、纯粹的一个状况，所以对这个未来将要进来的人来说对你来讲，你就是那种走出风暴之后的那种晴空万里的感觉。所以你会散发出某种魅力，就是有一种坚韧跟对未来的一种希望的感觉，会让他不自觉的想要靠近这个就是你后来要散发出来的吸引力所以你记得你要好好意识到死神牌已经开始进入到它带来的那个影响，跟这个切断过往跟崭新的一面的这个东西你最近差不多要遇到，而且已经开始的人，记得努力的往未来冲过去那这里呢，圣杯2的逆位其实他这边在强调的是有一些不平衡的感觉，你要赶快把它放下，因为这边的逆位代表说你的能量曾经出现过一些失衡的什么，跟其他人的关系，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有一种失衡的关系，也许你给的太多，或者总是在意的太多，然后那种需求跟想要给予的东西产生一个不平衡了，那么很多都是在自己的感受上面、自己的逻辑里面确定答案，而没有很好的沟通来达到平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直接的失衡了。但是现在的你已经明白要怎么修正这种不平衡，在未来再遇到新的恋人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不平衡一出现的时候，就要立刻让他需求给予达到一个很高度的极致的跟完美的平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会再拖。那你不会再迎合要为了谁去改变自己，也不会再让自己的感情建立在一种非常不对等的基础上面所以这边的水元素所带来的一种温柔会被你重新找回来，你学会知道说这份温柔其实是两个人的流动，两个人爱情的流动，不是一个人专门给予一个人的方向，它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记得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这是水能量2的再给你的一个暗示他为什么要逆位？因为他在告诉你说，逆位表示说不平衡会出现，但是如果他是没有逆位对正位的话，表示说现在不需要去要求平衡，它就是已经双向的很完整的。可是这边在提示如果下次在爱情再出现的时候，可能还会再达到不平衡，所以你要在这边先学会，然后在新的恋情出现的时候就知道说一定或是很有高几率会发生不平衡的，所以我们要开始警戒一下，要小心一下。所以这张牌所带来的能量呢，对于那些还没有怎么讲？还没有出现在你面前的那一个人你现在已经靠散发出这种你跟其他人的沟通、跟朋友的沟通，在旁边观察你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已经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一个平衡了。所以这个控制的平衡是非常吸引他的，因为他知道说，未来如果跟眼前的这个人相处的话，我们可以并肩而行，而且是非常有效的高度的沟通，而且你也是一个愿意沟通的人，耳朵也会愿意倾听的人。会在很多的理智的斟酌之后，发现给予跟收获是需要平衡的，他知道你是可以信任的，会在这个能量里面发现然后这份你所绽放出来的一种独立的，然后明白平衡的这种感受，对他来讲是一个湖面上风怎么吹都不会产生涟漪的那一种心如止水的湖水，让人感觉非常依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靠近你的时候，觉得他只要慢慢的放慢脚步靠近你，他就能够在你的世界里面跟你产生一种很好的对谈，因为你绝对不会错过他，或是忽视他，或是略过他所有的语言。他相信跟信任你会在所有的交流里面给予对等的感受、对等的情绪。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宝剑9风的能量这边其实是一种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空气中的一种对于未来的向往的一种勇气啦。所以
这件宝剑九的能量是一种心灵的考验跟内在的思索，它没有那么多的困扰。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宝剑九的时候，很多人。很多表面上不是很多人，就很多表面上的印象，我们都会害怕说，就是有脑袋在午夜很多思绪没有办法解脱。可是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思的机会，因为宝剑九出现的时候，告诉你说，你终于有机会可以想清楚自己心跟灵的位置，那些打结的东西，终于要看到那一个破口跟机会了。所以宝剑九其实在提示你说，来了，那一把钥匙要出现，你要紧紧的把它抓住。所以。他这边在讲的是说，你终于可以好好的跟自己对话，而且听得到自己对话的声音，还听得很清楚。所以你之所以会在这一刻宝剑九吸引他的能量呢，是因为你的灵魂正在散发出宝剑九所带来的那一种，你曾经到了思索、思绪、overthinking 的低谷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摧毁。你总是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一把钥匙，能够脱出。虽然你有时候思绪很复杂，但是你终究能够在这种精神的挑战里面，得到一个非常拥有一个高度的精神的韧性，还能够突破那种复杂的思维，并不会打败你。这种魅力会在你跟朋友谈吐啊，或者他在旁边观察你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来。所以，他不是在说你每次都能够轻易的闪过受伤的时刻，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有受伤过，但是你学会了在伤痛里面找到很好的出口，而且还会应用这份痛苦跟伤痛所带来的经验，成为某种新的力量，而去理解谁，理解他人的情感，所以你是很能够被依赖的。心情上情绪价值跟你索取，你能够给到非常丰富的，是很好的一个人。所以当他靠近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一件事情，而且他还会发现说，你是能在一种灰暗啊、夜里啊，会为他人点灯的人。对你说话怎么？他发现说你会回应出很好的话，所以他知道他在旁边观察的时候，他发现你跟其他人对话的眼神啊、跟言语中，他能够感觉到你其实已经成长到某种让人感觉到稳定跟温暖的人了。所以，我们这边要看到这边金币一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说前面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后面要带来一个什么爱情的种子正在里面发芽了。因为金币一已经带来了某种生活上、现实中需要有新的打开，还有明确的契机的出现。它就比较像是一种。不是空泛的承诺，而是一种可落地发芽的承诺的种子，所以它的能量是一种沉稳的、踏实的，不像火能量那样急促，也不像风能量那样轻盈，而是一步一步的建构出可视的未来的一个状况。土元素金币一的能量出现这边的时候，就是非常好，它代表说你现在的状况呢。已经是一个翻过土的一个很好的新的土壤，而且还加了非常多的肥料的一种很好的土壤，非常适合播下爱情的种子。那这份准备好，宇宙已经收到这个讯息了，你已经准备好接受一段真实的感情，而不是只是对于爱情的浪漫的幻想，不知道从哪里进去。他看到了这个东西，所以这里呢，金币一。你这边散发的这个类似金币一的可发芽的种子能量，已经在默默的吸引他了，因为他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会随便投入爱情的人，而且你的爱情价值观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稳重的，而且知道责任感在哪里的人，所以这让他相信说，一旦他如果踏入到你的世界的时候，他能找到可以扎根的位置，是一个踏下去非常扎实的一个土壤。这一个可能比起前面的那些对他的吸引来说，这一个是他内在觉得最好的一刻，当他感觉到这份踏实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抗拒你所给他的所有的吸引力。他知道他想要去把脚伸进去看看那一份舒适跟温馨、安全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些探讨出4个元素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探讨出你给出来的那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力、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到底有什么。所以在这边呢。有某种你的蜕变一种新生的能量，还有一种你能够修复周遭人的情感的一种温柔。再来，你好像也有某种特别的智慧在风能量这边典型。可是最重要的是土能量所带来的，原来靠近你跟你能回应给别人的，都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心啦。记得这边在提示你，你现在有这些特质，现在正在散发。可是你有可能在怀疑说，其实我没有讲的这么好。没有，你要把它挖掘出来。你有，只是你有的时候略过，而且你没有强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不信任自己有。可是这边这几张牌告诉你说，你现在正可能用的这几种能量吸引旁边的人。如果你有感觉到了，记得把它多彰显出来，或是你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好好的看看自己的优点还在。一定有。一定还有，绝对没有你觉得的那么消弭，只是我们很久没使用，或是之前被别人贬低，或是用的不好，所以觉得自己不是没有，可是实际上这4张牌说有，你要好像再回头看一下自己因为这样子的你其实
你自然的去相信自己有这些能量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追逐一份爱情的到来了。你原本的这种对自己的相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好的魅力、好的吸引力，会把这一个人慢慢的吸引过来哦。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说，你的频率啦，现在正在趋近于比较稳定，而且内心是比较开放的，而且你散发出来的能量应该要比较柔和了哈，因为宇宙接收到的是这样子的讯息，而且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他已经在不远处，在附近的时候，他已经在吸收这样的讯息，他在第一次注意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个人的眼神、谈吐跟其他人的互动，或是在朋友相聚的时候，他看到你，他就觉得说奇怪了，我很难忽视这一个人，因为你现在正在融合了这几个吸引力，正在好好的吸引他，所以你的能量呢，正在这风水火土4个方向正在影响他，他开始在想说，是不是他被什么样的东西吸引了？那这些能量其实都在暗暗的地方，没有很张扬。可是，在他每次靠近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其实他可能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会跟你有一些很明确的互动，因为他想要确定这份感觉是什么。可是他跟你确定，或是跟你互动，他会发现到这些都跟他观察的事情很吻合，而且还更深刻，还更真实，而且才发现说，其实这不是他的幻想，好像说一次一次的相处之后，这些能量都还在，是一种有持久性的。所以，当他一旦感觉到这些好的能量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想走近你。所以，你们的遇见，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冲动的邂逅，而是突然能量上都被一些好的match、好的契合度牵引过来，也有可能是刚好他这个时候非常需要你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些东西，对他来就变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激情能量，还有一种吸引力。所以当他靠近了，他一步一步确定的时候，然后发现说跟他自己想的一样的时候，他就会有点无法自拔，你的存在感就越来越深入他心，所以他自己会创造更多跟你互动的机会，而你只要自然的去发现自己这些优点，或是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好的东西，都要慢慢的保留起来。其实不用特别去强化起来或是美化起来，你只要好好的看着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些好，那些温柔，那些对他人的自信，那些对不是流感，情感的流动的那种平衡，你都抓住了，然后也相信自己能够被别人依靠，是别人很好的避风港啊，或是你在独处的时候学会自己的那种内心的稳定，就好好的把它保留下来就好了，因为他会懂得欣赏你。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3题。第3题这边会说你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察觉它的存在了。那这边可以看到圣杯4、太阳、女祭司跟魔术师。我们直接来从圣杯4里面啊，它在暗示说你可能会在一些不经意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很平静的环境里面会突然感觉到说你的情感内在的情绪会产生某些波动跟涟漪啦。因为圣杯4的画面其实非常激进的，甚至有一些外在的抵抗跟拒绝那有一些情绪进来的时候，就像画面圣杯4原本的意念上会有一些杯子，里面就算有水，你也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就表示那些情绪进来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一定会发现了。但是圣杯4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种灵魂的提示。它在提示你说，也许你的身体你自己的感官五感里面是没有发现的，可是灵魂是已经有发现的。所以灵魂在提示你的同时，也在接收外在的一个情感的涟漪，所以就表示什么？它可能有在靠近中，所以你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很可能不是在一些非常高调热闹啊，充满情绪烟火的一些场合里面，而是在你本来就没有期待会遇到新的人的那一个时刻。所以，也许是你日常工作中间的休息时间，或是一次没有特别用心的、没有放在心上的一些社交的一些聚会了甚至是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你可以看到的视野里面、可视的范围里面。所以呢，圣杯4的能量是在告诉我们说，察觉的关键并不是看到，而是感觉到。那种感觉就像是水面上的涟漪啦。不会特别惊人，可是你看到的时候会感觉到那种连续波动稳定是非常真实的。你可能会在心里突然想说，眼前这个人视野，这个人在前面10个人里面，他是特别给你有特别印象的，是特别的。然后你会意识到他的气场、他的能量各方面对你的情感有产生一些波动，这是圣杯4在带来的一些讯息。那再来太阳牌的火能量是一个照耀的能量，所以光亮到你可能会无法忽视它那边的能量，所以太阳的能量是直接而温暖的啦，它不像圣杯4那样很内敛而是用一种会让你忍不住去注意的方式，让它被你看见。所以
当他靠近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被他的笑容啊、声音啊，甚至举手投足之间的一些阳光的气息所吸引。这不一定是外貌上面的一个耀眼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发亮。就像你走进一个比较暗的房间里，然后有一道光恰好从窗的缝隙里面照进来，让你立刻注意到那一个角落，是这样子的情景。所以这里的火元素的热度呢，会让你的内心的那个防备悄悄的松动。或许你当时没有打算那么主动的去了解这个人，但是太阳牌的存在会让你注意力一次一次的回到这个人身上。这种不由自主的专注就是你察觉到该怎么说，就是你察觉到他的存在的第二个讯息啦。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一题是猜得到他的讯息嘛，第一个圣杯是讲的是内在的情绪有点波动，然后太阳牌讲的是说他会让你特别的注意到他嘛。那我们来看第3张牌第3张牌女祭司，这里也是在讲灵魂而是一种耳边的低语的声音会跑出来女祭司属于一种风和水交织的一个领域，它的讯息不来自外在的喧嚣，而是来自内在的某种深刻的感应。你可能会在第一次见到它之前，就在梦里或是冥想中捕捉到一些模糊的线索啦。其实这是一种很无法言喻的熟悉感。我觉得这不是逻辑上可以解释的东西，而是一种我好像在哪里感受过这种能量的一种心灵的耳边低语、耳边细语。所以女祭司的能量会让你对她产生天然的一个信任感，即使你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更微妙的是，你的身体会对这种能量做出一些反应，心跳加快啊，呼吸变深啊。或许在她靠近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周边的声音音量都被放低，会发现只有你们2个人的频率在对话，并不是真的对话，而是内在的频率、灵魂的部分在对话。这是属于一种灵魂的交流的状况，会让你不知不觉的慢慢的确定是他就是这一个人。那我再看第4个线索是魔术师牌。魔术师牌讲到的是一些有可能行动的一个状况，会产生某些互动的一个机会。因为魔术师牌呢是4个能量的一个桥梁啦，它的出现代表你会在一次真实的互动里面彻底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呢，魔术师牌在暗示说，当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创造第一次的互动了，无论是巧合或是朋友的带领或是对话。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些蛮好的互动。但是呢，这不一定是一个浪漫的瞬间啊，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交流，一句的回应啊，一个提问啊，或是你们在某个场合之中合作过一个小小的事情。所以魔术师牌的能量强调的是一种落实的感觉，行动后落实的感觉。它如果圣杯4的情感是一种水面的涟漪，太阳牌是一种视觉的亮度，然后女祭司牌是一种灵魂的低语的话，那魔术师牌是让这一切抽象的东西都具体的成为某种行动而产生实际的互动。所以你会发现它不只是气场让你注意，磁场让你注意，而是真实的，它会就这样子悄悄的走到你面前，跟你产生一些生活的互动，然后产生你们未来的故事线的一个初始的一个轨迹。所以这样的互动会成为你们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好像是这个人好像很特别，而直接转向说，我确定了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我的故事线，而我的故事线已经跟他有所连接了。4个元素来说，其实刚刚已经都解释过了啦。水能量的一个水面的涟漪啊，太阳牌的亮度啊，女祭司牌的一个灵魂的识别再来魔术师牌的一种行动的确定了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过程会让你从情感上到感官上面，再到灵魂，再到现实上面，成为一个很明确的流动，让你确定说眼前的人就是这一个人啦。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能在咖啡厅里面看书啊，阳光正好透进来啊，然后你不经意的抬头发现一个人推门进来，差不多会有差不多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说大概几分钟之后，他会走到你附近的桌子啊。不知道是他掉了笔啊，掉了一些东西啊，你帮他捡起来，他帮你捡起来，这样，然后2个人的眼睛就对视到，一些简单小小的动作，在魔术师牌来说，就会产生你们一些很明确的一些以陌生人来说的巧合遇见的一个连结的桥梁就会做出来了。还好这4张牌出现了魔术师牌啊，让整个你们的遇见初期遇见的时候，即便只是产生了吸引力或是在意，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明确的行动会被创造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连结，它并不会立即的在第一次遇见之后就直接错过了啦。所以呢，我们小结一下这4张牌它来讲的是说，你会以这4个层次里面察觉到它的存在，会有情感上的接触视觉上的专注，然后灵魂上也会认出来，然后在行动上面呢，确实还会有一些具体的
桥梁在建造，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瞬间的经过而错过。我觉得这4张牌在暗示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互相的在意、吸引力、存在感，就会在一些精心的编排的慢慢的旅程过程中，算一小段，让你跟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你们两个走向爱情的那一个前奏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4题。第4题这里就做了一个总结了哈。总结的话，这比较像写作文哈，就要把整个总结起来。我看一下我这里是这样讲的啦。从这些牌讲起来的话，就会有一种从无形3个部分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从无形到有形的一个爱情地图。如果你回去看第1题到第3题的话，会发现说，它就像3个拼图啦，分别描绘了爱情从无形到有形的一个不同阶段。在第1题之中呢，我会谈到说，它会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走到你的生命，那是一个有形的场景，但会有从一种无形的能量里面提前铺垫。会从土能量的稳定啊，风能量的启动，火能量的注目。然后另外一个火能量逆位产生的某种犹豫的选择来加深这份印象，然后组合出一种带有胜利气息，而创造一个安定的开始的瞬间。所以你可能会在一些平常的日常里面遇到它，可是你会感觉到那个情况不一样。那么第2题呢，我的能量会如何吸引到它靠近？这里呢，死神牌带来了一种深度的能量的转换，然后圣杯2呢带来一种情感停滞之后的某种突破，然后宝剑9呢带来了一种内在的自省，而产生一种灵魂的波动而升级。然后金币1会告诉你说，你们的关系会在现实中撒下一个很不错的开花的种子，就不知不觉就开花下来了。所以第2题在告诉我们，爱情的召唤其实是来自于你内心的蜕变，你必须经过你内心的蜕变之后，你才会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所以呢，这意味着你不是因为要急着找到他而吸引到他，而是你整个人在自我的独处空间里面，个人的能量品质改变了，而让你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了。这是第2题所要讲的哈。那么第3题呢，我们在讲说，我将要用什么方式来察觉他的存在？我们要怎么察觉到他的存在？我们刚才讲了哈，水能量你内心会有一些涟漪，太阳能量发现他被照样了，像是有18来照到他身上了。而女祭司牌告诉你说，其实你内在的直觉有在偷偷的告诉你说，就是他。而魔术师牌是让你们两个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巧合的邂逅型的一个互动，魔术师牌去实践它了。所以呢，这份察觉并不是像雷打中你啦，它是一层一层慢慢的展开的一种小品的故事线情感上会有触动，视觉上会有。在视觉上的亮度打光，就像我刚刚18来就照亮了嘛。所以女祭司牌的灵魂上会认出，会有一个小声音告诉你说，就是他，提示的认出。再来，魔术师牌会在行动上面会有具体的表现。所以这3题加起来，我觉得宇宙其实在帮你画了一个爱情的地图了。他先在远方放了一个信号灯。第1题是这么说的，再来他透过了你的能量的磁场引导他这个人走过来，就是第2个。然后第3个在讲什么？最后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多层次的感官跟灵魂的交流，来去确定就是这个人。所以呢，这3题在牌面上的能量各自发挥了很不错的作用。水能量带来了某种承载整个爱情的流动，然后产生了非常多的灵魂的讯号被暗示出来了。而火能量代表我们内在如何散发吸引力，我们内在如何怦然心动，而产生了全新的行动力去做表达，或是他那边也有让你们搭起了一种无法预期的桥梁，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些巧合的动作，不得不认识到。然后风元素代表你们内在的直觉一直很敏锐，一直在提示你们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有很多的默契出现，有很多的不可预期出现，然后尤其女祭司牌在整组牌里面发挥的非常强。再来土能量带来了某种稳定跟踏实，它在确保这些牌翻出来的时候，它不是仅存于我们的梦境跟幻想，它是真正的会将要扎根在我们生活的一个爱情的种子会发芽。所以这4张牌的交织呢，再讲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爱情不是突然跑出来的，而是在一种很奇妙的灵魂的连结之后，渐渐的变得明朗，所以这边要讲的是说，你的灵魂好像是
进入了已经准备好要迎接它的状况了哈。所以换句话说，现在的你其实不太需要因为内在的空缺而去找一个人填补，而是你现在正好差不多要进入一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出现在对方的视野，而遇到一个你也能看到的完整的人，两个人在比较对齐的能量比较好的状况的时候，彼此出现在彼此的视野里面，所以他才会有这些很不错的层次的铺垫，因为两个人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温柔的慢慢的有层次的，有美妙的层次的，慢慢的接近，不需要硬塞给你，不需要硬塞一个好人给你，而是你们自己会慢慢的发掘。所以，我觉得从第一眼确认到最后的3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其实他讲的就是说，在生活里面你就照常进行，在任何场合你就照常进行，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你会察觉整个空气突然变了，他靠近的时候，你发现空气突然变了。在空气突然变的时候，内在就会产生某一种共鸣，就是嗡嗡嗡作响，在提示你说来了来了，就是这个人。所以到第3题的时候，有很多水能量啊、女知识能量就会在耳边特别去用情感的波动啊、视觉的明朗度啊，还有直觉的共鸣，告诉你说就是他，就是他。然后你会慢慢觉得说，这一个我发现的现象，难道就真的是命中注定宇宙的安排吗？可是你内在的心又告诉是，他来了，这样哈。那最后这边有2个，第一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加速这个情况的相遇的话，虽然宇宙会给你一个恰当的时间让你们相遇了，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更容易察觉这个关系，去捕捉这个机缘。第一，你可能要尽量的保持生活的开放性，不要因为某些习惯或是一些不想离开舒适圈而拒绝去新的场合，哪怕是一次临时的邀约都可以去。第二，要维持你的能量的明亮度，太阳牌其实在提醒你，你的微笑或是正能量的气息一直都是吸引他到能够看见你的重要的因素。第三，要倾听你内在的声音，这个是因为女祭司牌在发威嘛。很多时候你早就已经感觉到了，但是你没有办法用很好的语言去诠释出来内在的心，那你就安静的去听你内心跟你说什么。再来，如果有机会跟任何人互动，因为魔术师牌要在互动里面创造你们的连接，有跟任何人的互动，好的互动都去做，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搭桥的机会，说不定就在那一个很不经意的跟陌生人的互动里面，你们的能量就在这次搭起了一个能量交流的桥。因为魔术师牌在什么时候才会行动，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用比较开放的心态去接触任何人，尤其是还没有认识的人。所以这全部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啦，就是他真的会在一个你不经意的场合，只做自己的场合，甚至觉得不会有人认识你的场合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出现。其实这里是在告诉你说，不要多想。你的能量会慢慢的吸引某个人的注意力，然后当他非常靠近的时候，能量重叠、能量契合的时候，心跳就会有一些新的浮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在靠近了。然后你们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灵魂好像已经偷偷对话了好一阵子，在你们每一次接近的时候。好，那这样这是第1张牌的部分，谢谢你来听哦。来，我们来看到选择第2张牌的朋友那我们直接开始第一题第一题是他将要用什么方式让我感到熟悉，就是他靠近的时候的能量啦。我们这边有教皇火舞、水舞、逆火九，就是权杖5圣杯5的逆位权杖9。我们先用教皇牌这边来看到的话，就是他可能在暗示说，灵魂中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即视感就是你我觉得你的灵魂会比较呼应所以对于选到2号牌里面你内在直觉比较强的人的话，你会比较容易直觉到就是这一个人他比较不会在茫茫人海中起雾。你内在跟他的连接应该会比较清晰，然后因为教皇牌已经做了一个暗示，所以当你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熟悉感并不是来自于我曾经在哪里遇见过他，没有这么表面想法没有这么表面，而是更深层的，在安静的灵魂的内在会有一种回音，会有一种回音，就是你可能对着宇宙在喊说他在哪里，然后他出现的时候就会给你那个回音所以教皇代表一种精神上的对应频率啦，对频了，就像你们的灵魂曾经坐在同一个教室，然后重叠过同一个位置，阅读过同一本图书馆的书，这样，只是肉体上面还没有正式的面对，可是你们的灵魂有很多的同频的重叠过，所以这张牌带来的那一种熟悉感呢，像是走到一个老图书馆了，你会觉得纸张的气味非常吸引你，然后你的心会告诉
你自己说，我以前有来过这里，那个熟悉感很明确。这并不是因为你真的来过这里，而是这里的很多的氛围哈，跟你内在的深层的一种价值、灵魂的价值感跟感受里面，可能在灵魂的不同的象限里面哈，有类似的东西与你契合。所以，我觉得教皇牌有在讲一个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强的讯号，就是他可能会用很自然的方式跟你谈论一些价值观、人生观，甚至跟你分享一些冷笑话、没什么感觉的笑话。可是你会意外的觉得什么？意外的觉得他说的话，你好像心里早就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听起来是新的没有错，不是你真的听过，而是你听完的时候那种惊讶感，是你会发现你早就知道了那一种熟悉的感觉。看过了，似曾相识。这种灵魂层面的一种互相的对频跟认同了，会让你们在初次对话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好的、很强的一个安心的感觉，仿佛两个人早就已经在同一条路径，往同样的方向肩并肩的走在一起，只是一直没有认出对方，一直没有介绍自己。所以从元素上面来说的话，教皇牌的元素会让这份熟悉感不会只存在一种梦境或浪漫的一种方向了，而是非常扎实的，你们两个的精神有一种很不错的相似性的一个基础了，会让你们在情感上面初期一开始见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信任感。而且生活感尊重的感觉、价值观的感觉都很早就很契合、很相同，不需要太多的调整。好，我们来看到权杖5的时候，他这边讲的是内心内心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波动。这里在讲说前面讲的熟悉感，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个熟悉感。他说，熟悉感的诠释方式不一定是温和的，它可能会带有一些有趣的冲突。因为权杖5所带来的一个竞争互动较量，可能会意味着你们在第一次互动的时候，第一次交流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温柔的对望着对方了，而是像两个好朋友遇到的时候，有一点点小争论、小拌嘴有点不打不相识的感觉。这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冲突，而是那种可以让你笑出来的互相的挑战例如他可能对你的某些习惯开玩笑，而你立刻会接话想要反将他一军这样。这种互动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人很真实，他不会表现自己的想法很真实也会让你毫无压力的展现自己这样。所以你们两个会有一种我刚刚讲的不打不相识有一种切磋的感觉两个人的内在各方面个性就会产生一种很好的连结。所以你们在这种对话的初期很快就会彼此了解对方的节奏跟风格啦。在这样的互动里面，你们会发现说你们的思维的节拍意外的合拍。然后这种默契也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层面对于熟悉感的一个诠释啦。所以这里呢，火元素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点燃你们两个人熟悉感的一个概念它让熟悉感不是只是安静的一个温度，而是一种有活泼的、充满生命力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来看到圣杯5逆位圣杯5逆位讲的一些是心灵的一些低潮啦那个低潮被受到一些慰藉的感觉啦。所以在这份熟悉感的背后还藏着一种情感上的治疗。圣杯5的逆位是一种从悲伤中慢慢的回头来看见新希望的一种能量，它意味着说它出现的时候，你可能正在某种失落跟孤单中走出来了，而它的存在会让你感觉到意外的轻松意外的松了一口气。所以这种熟悉感呢，并不是因为它替你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它的能量能让你感觉到有人看见我的心底，有人开始理解我了，有人想要去理解我内在的一些失落这样子。所以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他并不会急着跟你说话不会，应该不是急着跟你说话，应该是不会急着跟你安慰啦。他会用一种不是很刻意的陪伴你的方式，让你感受到说他想要理解你，而你想要被理解的时候，他愿意倾听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熟悉感不是来自于外在跟对话那种客观的，或是假装外在礼貌的这样保持礼貌的那种对话方式，而是他会在你脆弱的时候产生一种自然反应，是他无法抗拒自己想要去关心你，想要靠近你，或是想要陪伴你这样。所以当他不经意的在你周围跟你闲聊的时候，突然开始关心你一些小动作可能就是发现你口渴，递上一杯水可能发现你们待的那个咖啡店的冷气太强了，给你换位置之类的这样子，他会做一些小动作然后让你感觉到他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跟你一定要聊到内心的东西，只要静静的坐在你旁边倾听你，看看你有什么需要这样。他觉得这样子就很重要了然后你自己就会有一种感觉到说
奇妙了，这个熟悉感是我以前认得过的。我好像知道这一种方式，我好像知道这个温度，好像以前经历过哈。所以水元素在这边带来的是某种你们两个的内在的能量的流动啊，然后它这个流动你会产生一种疗愈方式，尤其是它对你的疗愈的方式哈。所以这份熟悉感在水能量的话带来了某种温柔的色彩，温柔的色彩，好像是比较像是在雪地里面找到了一个温泉的感觉哦。它甚至它的出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内心的某些软弱是这么需要某个人来慰藉的哈，来安慰你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权杖9哈，这里也是一个火能量了哈，它算是一种有守护意味的一个牌了。权杖9本来就是一个防备感很重的牌，代表了经历许多的挑战啊，然后让人能够站立的一种能量哈。这会意味着你在他的熟悉感中呢，可能夹杂了，就是说，他这边在讲的是你跟他的熟悉感的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们两个好像以前灵魂在不同的象限里面曾经经历过什么了，一起经历过一些辛苦，这样也有可能有一些革命情感了哈。所以当你在观察他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某种很深邃的，好像眼神里面藏着某些故事哈。但这些故事并不会让他这个人看起来很破碎、没有组织，反而会让他展现出他内在的某种很坚韧的光芒哈。所以他所带来的一个熟悉感部分，是因为这种。他可能经历过很多低谷之后，可是他仍然在自己的内心跟个性上面，他还是始终选择善良与爱的这种气质，然后让你感受到很深刻啦。那他可能会在一开始跟你见面的时候，会展现出某种对你的保护，也不会过度的照顾，可是你会感觉到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他会在，一种无声的承诺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这种守护，它不会张扬出来，可是会让你觉得说，这份照料。这份照顾关系，你好像以前已经遇过了，即便我们才刚认识。这个是权杖9在讲的一个暗示。所以从火元素权杖9这个上面，在讲的是说，他会一直持续的表达，能够在你旁边陪伴的那一种温暖啦。所以可能在暗示着说，一开始他出现的时候，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存在感，甚至会进阶到可依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牌哈，它大概会塑造某种你可以想象中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说，他可能会在你在跟朋友的聚会上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他哈，一开始你们可能只是随意的聊天哈，然后讲一些彼此的人生观呐哈，然后可是心里却有一种很强的共振，然后不久之后，你们可能会一些小事情互相开玩笑、互相调侃，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比较轻松，因为那个权杖5的能量就会发挥了嘛。可是，在这种相处里面呢，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你不经意的会提到你的现在生活其实有点累啊，有点低潮啊什么的哈。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很急着要去安慰你加油，可是他会给你一杯温水啊，或是很坚定的眼神看着你，让你感觉到说没关系，我会继续听下去，我不会随意的敷衍你这样。然后之后呢，在这一次第一次相处之后，你回到家会觉得，会慢慢的这个熟悉感会全部都涌现哈，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外表，而是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的存在让你觉得很熟悉，他会跟你的灵魂各方面产生某种很奇妙的连接，很自然的连接。你会觉得说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好像突然站稳了某个位置，会有一些很奇妙的重量。所以呢，在这几张牌，我觉得宇宙其实刻意安排这个熟悉感，其实是在提醒你啦，有些爱情的开始并不用从零开始，即使它可能是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很明确的陌生人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相信灵魂已经在不同的象限里面已经产生过了很多的接触跟对话了，所以你们这一次的相遇，从上面的看起来的话，这份熟悉感应该是你们之前已经有相处过了，然后这一次只是再回来再相见所以那个熟悉感会很深刻，所以你要抓住这一份熟悉感来去确定这个人的出现基本上选到2号牌的朋友，他会强调这个人在下一个新恋人的出现的时候，那个熟悉感可能是很重要的核心的讯息要记得注意，多留意。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第二题第二题就是你有哪些特质会唤醒他啦。那我们这边有金币9金币9倒吊人，宝剑4、宝剑10然后前面有逆位，没关系，我们先从金币9的逆位开始讲其实这边在讲说，可能你们内在有一些梦想跟愿望还没有实践，还在往那个梦想前进的那个路上，还是能够展现出一种魅力，一种追求的魅力啦。所以你可能会以为说，吸引一个人靠近的条件呢，是要自己能够准备都完善、完美无缺的时候，有稳定的生活，
然后有一种毫无遗憾的感觉，或是你的笑容是充满的，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个人的喜欢，或值得得到被爱了。可是金币九的逆位能量却告诉你，真正你要唤醒他的心，是你那个还没有完成而仍然在努力往前行的那一个魅力，所以你身上有一种真实感，并非光鲜亮丽的那一种已经达到任何事情的一个结果有所成就，不是那个东西在吸引他，而是那一份还在路上，还在那个过程中的那一种气息，它就像一个还没有开花的一个植物啦，然后反而让人更想看见它在阳光底下舒展出茂盛的花朵的那一刻。所以对他来讲，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风景，而是一个可以共同行走、彼此见证成长的一个并肩同行的一个旅行的旅伴啦。所以土能量、土元素在这边本身就代表一种稳定跟安全感。所以当它在逆位的时候，意味着你们的生活当中会有某些东西正在重整，还有一些愿望还没有实践。所以这种不完美反而让他觉得你是真诚的，你愿意展开这个，而不是戴着一个面具，然后包装自己是一个完美的，然后去迎合别人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而是这个不完美反而带来一种真实的样子，让他反而觉得彼此都可以坦然的面对对方，这个就是你们相互彼此的一种很强的吸引力。所以他或许现在正在远方看着你在努力，或是只是偶然的察觉到你的某个心路历程然后这个心路历程中，你有一种很坚持不放弃的一个感觉，让他内心产生某种共鸣啦。所以他自己呢，也正在寻找能够理解到他，然后他也在这种奋斗的旅程中的人，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很契合的感觉他知道你会理解他，所以呢，在你并不知道这种尚未完成的一种自己的模样，可能有缺陷的模样、不完美的模样其实在他眼里看到的时候，他反而觉得是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共同往未来前进，就是的一个很可以互相依靠的一个象征啦然后到了倒吊牌的逆位的时候，倒吊人的逆位的时候，他其实在讲说，如果愿意转身，就会看到新的角度所以倒吊牌的逆位，其实在逆位在告诉我们说，你的某种特质是愿意尝试改变观点。也许在过去的你会因为害怕失败或是失去安全感，害怕失去安全感，而不愿意跳脱一些熟悉的模式了。但现在的你开始愿意尝试松开一些自我的固执让自己去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视野不同的可能性这样。所以对他来讲，这种愿意放下自己的执念调整自己的视角的这个能力反而会成为一种很大的魅力啦，在他眼里是一个很强的魅力，因为这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只活在自己一个小小的世界里、小宇宙的你而是能够感觉到外在的讯息，而且呢，愿意接受新经验的人。所以你绽放出来的这个开放性会让他觉得你们之间的沟通跟连接从来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可以无限延伸，而且是非常好的连接。所以倒吊人的在这里给的一个启示寓意啦它本身是一种暂停跟领悟，但是当它逆位的时候，它其实表示说，在这种长时间的停滞之中呢，彼此都苏醒起来，尤其是你在这个部分苏醒起来，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内心也被唤醒了什么。所以两边的人都不再是被动等待一份爱情，而是已经找到了可以主动寻找出口的那一个行动力了然后也找到了这份柔软，其实就是两个人看世界的视野改变了，他看你，你看他的视野已经重新改变，所以两个人在心里的某一扇门就这样子打开了，所以两个人在互相遇见的时候，心里会产生某种化学变化，就发现说，好像人生有很多曲折，很多的不顺利，很多的停滞。可是，在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在彼此身上看到了相同与不同的视野之后，反而找到了那一种弹性跟未来的可能性了，是一种很特别的连接。所以，这种特质呢，对未来的爱情特别重要，因为命运的相遇其实从来都不是一直线的。就像现在这个状况，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视野才发现那个广阔的视野只是有些盲点跟有些入口出口，只是在你们的视野里面。换个角度就会看到了，不再只是拘泥在某种单一直线的一个路径里边所以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人生会是一种蜿蜒的河流，两个人是不同的河流这样，然后后来交汇了，然后在交汇的时候，两个人还会愿意调整彼此的方向，而且更愿意呢，在不同的河道的转弯处的时候，相聚再分开，相聚再分开，拥有不同的旅程，分享不同的旅程跟经验，然后最后还是能够并肩的走在一起然后我们从第3章宝剑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什么东西被唤醒了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说，有一些没有办法说出口让别人懂的一些内心的话，可能会在这边被吹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是
宝剑四，在暗示说，现在这个世界哈，我们都在处在一个非常快的节奏了哈，然后很多事情都要快很准，然后反应也要快哈，你没办法停止。可是你应该在这个时候，你会展现出一种很安静的能量哈，他会看到。所以宝剑四的能量是一种看起来是退一步，可是其实是让整个空间让出来，然后慢慢的让时间去跟智慧做连接，跟智慧去说话。所以现在的你哈，应该会比较不像之前会急着要去给世界答案，或是给任何一个人很强的答案，或是急着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人。所以当别人在情感中互动的时候，人容易被情绪牵着走的时候，你却懂得先安静下来，然后观察、倾听，甚至感觉出那些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一种细腻的潜藏在底下的那种细微的情绪啦。所以这份安静啊，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温柔的内在个性。所以这个东西，刚前面讲这个人对他而言，他偷偷看你的时候，对他而言，你就像是一个能够给他一个有喘息空间的存在。所以在你的眼神啊、态度里啊，他不会感觉到被逼迫，也不会感觉到被催促，而是有机会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来确认自己的感受。所以现在的你，如果选到这个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这种安静的时刻的时候，请你好好的保持下去，因为这样子的你啊，蛮像是风元素里面某种很温柔的微风啦，会轻轻的穿过他的心啊，不喧哗，不急躁，然后留下来的感受却久久都不会散。或许他还没有明白为什么被你这样吸引住，可是他慢慢在靠近的时候，就发现说你这些温柔跟这些安静后，会产生一种非常高度的安全感。然后他在意识到说他对你的感觉、纯粹感非常在意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发了那个爱情的芽了。所以我们再看到宝剑十哈，宝剑十可能是在暗示你啦哈，你现在的产生的某种魅力是你可能曾经走过低谷，可是在爬起来的时候仍然选择对世界对人是温柔的啦。所以宝剑十象征的说过去的结束跟伤口的愈合，但它并不是说你会一直持续隐瞒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痛苦了，反而会承认说这些低谷呢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哦，然后也是你生命的特质，然后你曾经受过伤，可是你愿意选择温柔哈。所以选到这里这张牌2号牌的朋友，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受到这里的时候，请你赶快把它强化，或是保有你这样子的特性哈。愿意相信更强的正能量，以前的低谷并不会影响到你，这个反而是你现在的内在的魅力很强而有力的一个能量在散发出，能够看到你哈，会出现在他视野里的人，他会被你吸引过来。所以你没有因为过去的伤害然后封闭自己嘛，所以反而让这些经验成为你能够理解别人情绪的一个桥梁，这个要好好利用哈。所以以前的伤痛就不是白费的经验了。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当他在旁边看你，或者跟你接触的时候，他觉得你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哈，理解他人情绪的这个能力，反而是一个很深的吸引力。因为这意味着说，你不只是停留在接受爱的层面，而是已经有能力去给予爱了。所以宝剑十这个风元素里面呢，象征着某种清新以及你的释放。你知道该放下什么，不再纠缠什么，这让你的能量很清澈啦，很纯净，很自在。这样的能量让你会在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面前好像会是一个灯塔，因为你的各方面的思绪都很干净所以会指引着他。所以这份吸引力跟唤醒了他心灵的某种能量会同步于跟前面的牌。所以呢，我们这前面4张牌4个元素可能有交织的一些性质可能就是有一些真实的、柔软的、安静的，或是内在能量的一个痊愈啦。譬如说，金币9的逆位它让你带着一种不真实的完美，可是让人觉得你更加的亲近。然后倒吊人的牌让你发现说，调整视野，我们就能够找到彼此未来的一个路口嘛。那风能量这2张牌呢，其实在告诉你说，只要安静下来，你们彼此就能倾听到彼此灵魂所释放出来的那一种甜蜜跟温柔了。所以这几张牌的特质交织在一起，变成一种很温暖的一个磁场。即便你还没遇到他，或是他还在旁边偷偷看到你但是他的心已经慢慢的被这个能量吸引过来了。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崇拜你，然后你就保持你自己的能量就好了。现在你所感受到的这些能量，如果有对应到刚刚前面已经说的，你就好好的保持，因为这个现在是你最强的吸引力了。真实不急躁，给予这世界空间，接受各种的可能性，而且你自己本身还充满很强而有力的韧性所以我们在做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整个命运的形容上的话，它会被你的某种内在的真正的真实跟安静所唤醒。所以在未来某一个时刻的时候，他可能会在一次的对话、一次的偶遇的时候，感觉到他被唤醒的东西是什么。他终于知道说，他内在被点燃的东西是来自于你。他会发现说，你可能不是那种会刻意。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你本来就不是刻意取悦他人的人，那就保持下来，因为他会发现这份魅力，他也需要这份魅力。然后你也不是很喜欢用完美的外壳来包装自己的人的话，你就把它保持下去。而你这些特质呢，相反的，这些吸引力会
让他发现说你的人的非常强烈的真实，而且对未来啊，倾听他人啊，调整自己人生的方向啊，这份真实是对应到，所以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这样的你不仅让他觉得很好靠近，很安心，更让他觉得说，如果未来我们两个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他其实不需要在你面前武装自己或包装自己太多，他可以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人懂然后你们懂说，真正的吸引力呢，不是建立在表面的条件上了，而是灵魂啊，互相的理解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心各方面安放在对方的心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段爱情会从你的特质开始，你的特质会有很强的吸引力，会慢慢的牵引这个看得到你的人，然后牵引到他的时候，他靠近的时候做初步的认识，做朋友，或者他在旁边还不认识你，在偷看你的时候，他心里就会在观察你之中被唤醒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在想说，即使现在可能还不认识，但是某种我觉得在宇宙或是灵魂的呼喊中，他的灵魂好像已经看到了你的灵魂在附近，所以他已经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在慢慢的靠近你。所以这几张牌其实还偷偷透露一点啦，他其实有在往你的生活圈，如果还没有认识的话，生活圈、朋友圈正在进入中，因为有一些连锁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不会。如果这些连锁没有出现的话，不会有这4张牌一直在提示说有一些可靠的连结。它被形容成什么样子？这4张牌其实在形容说你们之间有一些很不错的能量连结的长相。这里已经再说了几样了。来，那我们来看第3题。第3题这边我设定的是说会有什么样子的迹象来显示你们两个人的接近，还有可能的相遇。所以我们就接着上面第2张牌讲的。那我们一开始出现的那个圣杯骑士水的骑士，它其实是一种邀请，能量上已经有在邀请，而且有一种靠近了圣杯骑士的能量像是一个没有署名的情书，我们非常常讲这个，就是说内在有一个好的能量要出去，可是一直没有寄出去，或者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留下证据或名字，不知道是谁拿来的，可是会在能量上会接收到说好像有爱情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署名的情书出去的时候啦所以这个没有署名的情书呢，会悄悄的从远方飘来，当它出现在牌阵里面的时候，这意味着说爱情的能量已经在路上了，只是它的脚步带有某些诗意某些缓慢，不是狂风暴雨的直冲，而是细水长流的慢慢的靠近因为毕竟这里是圣杯骑士的能量嘛。所以这张牌的水元素呢，它代表一种流动的温柔和连续，不会让你突然觉得心跳加速，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内在失衡，它反而是一点一点的在你的生活细节里面慢慢渗入一些温柔啦。所以有可能你有一天会发现说自己对某个人或某个情境突然有一种依赖跟温馨习惯，想要常常去那里，或者想念那里，想象那里这其实不是一种单纯的感受上突然依赖了什么，而是它的靠近，你们的能量有某些契合已经出现了它就像月亮跟地球一样嘛，有一些潮汐般的吸引力啦，安安静静，可是每日每夜的在那边传达讯息，这就是圣杯骑士的讯息在传达出来，在提醒你啦这个人还不认识没有关系，因为他本来就不会用一种很唐突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但是他可能已经在周边循环，然后他慢慢的会接近你，可能会开始透过朋友会跟你成为一种比较初步的朋友，认识的朋友，而提到名字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每一次的靠近呢，那个脚步都很细腻，迹象都很细腻然后他会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让你发现说他的存在感，可能会从一种微笑啊，或是一种轻松的几句对谈这样子，而你会在开始认识这个新朋友的过程里面，感觉到说好像有什么你应该在意的感觉正在靠近，因为圣杯骑士带来的就是一个不急促的好能量的靠近啦它比较像是说冬天的一些河水已经冰冻了，然后它正在进入春天，然后正在溶解的过程，是很慢的。然后这边我们看到正义牌的逆位我觉得正义牌的逆位有点在讲说秩序被打乱了，可是我反而会觉得说这反而是命运一些命运已经进入要把这个秩序打乱，他们要插手去把你们的距离拉近，所以当正义牌逆位的时候，它代表生活中的原本的平衡应该是秩序被打乱，没错啦。但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它比较像是提醒你命运的相遇往往都发生在那些计划之外的时刻。规律之外的时刻，正义牌逆位有时候是好的现象所以可能你原本是有很不错的时间表生活非常有秩序，有很好的作息，可是你最近后来他靠近的时候，能量靠近的时候，你会开始有一些事情被打乱，突然有些事情要突然去处理所以你的日常生活中的原本的秩序可能会被外部的事件做牵动，会让你去一个不在计划中的地方啊，会有一些多余的邀约啊，会让你觉得好像你的生活有一些小小的脱轨，但这正是什么？这正是正义牌的逆位所
带来的爱情的能量正在找缝隙介入在你的生活里。所以正义的能量它原本是一个风能量嘛，所以它重视着非常清晰，观察力非常清晰，看很公平的一个能量。可是它在逆位的时候呢，它带来了什么？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转弯。所以那些原本的稳定，突然来了一个没有秩序的风，突然改变脚步或角度，所以它会把你推向一个全新的路。所以这里正义牌的逆位是说，可能近期你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一些跟你所规律、跟你预设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请你赶快去，不要拒绝，因为那可能是你跟他的爱情缩短距离、跟缩短关系、跟加速你们认识、成为初期的朋友的一个关键。所以呢，你最近如果发现生活有一些超乎你原本以为的秩序的时候，其实不要急着抱怨，我们要相信那是宇宙正在安排你们的路线靠近，它找到了一个捷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金币10。其实金币10在暗示说，你们在共同意识里面应该差不多有在共享某种画面了。这在暗示什么？你们很接近了。所以金币10它本来是一个圆满嘛，一个群体安全感很丰沛的牌。可是它然后呢，它的能量很厚实、很温暖，带着一种浓浓的稳定的气息。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呢，确实就是相遇的时间点跟相遇的迹象已经慢慢的出来，还有位置，还有空间，这样意味着你会开始出现一些让你有归属感的情境。可能是跟朋友的聚会，可能是跟家人的聚会，可能是跟一些你原本习惯的社群的圈子互动的时候有一种熟悉感。所以这些活动如果最近都出现的时候，你赶快去参加，因为那个让你们相遇的土能量10金币10的能量正在发威，它会让你在感受一种安心跟熟悉的场合里面遇见它。所以你会惊讶的发现说，有些画面你们开始共享了。那共享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也正在享受这种在社群里面的归属感。也许你们还共享了共同的朋友圈，只是你们还不知道呢。然后我觉得土能量金币10在意味着说，你们好像已经在差不多的回圈里面了。然后只是还没有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做停留，但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它其实已经在发展成一种稳定的深层的连接，然后慢慢的，你们在慢慢接近的时候，可能在关心现在生活上的一些事件话题议题，还会很雷同。他这边在暗示说，你们一初期见面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说，立刻有一个契合的感觉，无论是价值观生活的节奏上会有共鸣那主要是因为他这里讲的那个共享，是因为你们近期接近的东西、关系的事情还蛮像的，所以你们能量基本上是很对齐啦。所以金币10在告诉你说，其实这条路已经把你们拉在一样的回圈里跟周期里面了，差不多已经要接近你们的第一次见面跟认识了。所以呼应前面的来说，我觉得金币10讲的距离是更近的。所以前面那个正义牌的那个秩序的命运上的插手，可能就是把你们推到这样子同一个回圈里面，然后让你们非常近，非常近之后不相遇也很难啦。然后我们再到了圣杯3的逆位。其实这边3的逆位在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你差不多要进入新的圈子了，新的朋友圈了。所以正杯3反而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刚前面讲说你们可能有一些命运的介入，把你们改变你原本的秩序，可能在这里在讲的时候，反而是你被丢进去了他那个圈子里，比较像是你进去了，认识了新的朋友之后，然后认识到他。圣杯3逆位在讲这个因为他来讲说旧的圈子的淡去，然后新的领域的展开。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到你人际关系圈在改变的时候，请你坦然的接受，因为它不是要让你跟旧朋友突然断联了，而是在告诉你说，你现在的能量很适合进入一个新的互动模式，一个新的人群里面，它已经流向了一个新的情感的场域了，那就在暗示你说，它可能就在那里。所以最近如果有一些新的社交活动的时候，就尽量去。那它在跟之前的圣杯骑士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个讯号就更加明显了。新的爱情并不一定会出现在你熟悉的朋友圈，而是会在一个你跟自己原本生活不重叠的一个新的圈子里面会出现，你可能会在完全不同的社交场合里面遇到他，然后可能在那个社交场合里面还是有旧朋友，然后旧朋友先进入了那个新朋友圈，然后把你带去了，然后你们就这样认识了，会在这一个新旧朋友圈的交替之中，就无意识的遇见他了。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会觉得哇，我要花很多时间认识新朋友或什么的，可是其实他是在让你先练习一下离开原本的舒适圈，因为那一个人他在你另外一个将要适应的新圈子里面等待你啦，所以这一个交汇的机会就会跑出现了。那么这里圣杯3的逆位呢，其实有时候代表说那个情感装那个水的容器只是换了一下而已，可是里面的水还是一样啦，所以你们
会慢慢的会进入新的圣杯的容器里面，产生出新的酝酿的关系。所以记得，如果有新的朋友认识朋友新的圈子的时候，赶快去哈，因为那个这边的讯号契机很强，加上前面的有几个讯息是有在新的命运在介入，把你踢出你原本的规律里哦。记得这已经好几个暗示跑出来了哈，就尽量去放开心胸怀的去接触新的领域、新的朋友圈。所以我觉得啊，这4个能量的交汇哈，其实在意味着说，你们的连接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指标了。其实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指标了，在很多的变动之中，还找到了一个安定的路径。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强制介入的能量，把你们推到了好像一个不稳定的漩涡里面，就才发现说，那个漩涡是非常有秩序的一个非常好的螺旋哈，而且那个螺旋的那个半径呢、圆心呢，还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你们只要在里面在那边兜着转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相遇的圆心点，让你们遇见，然后就会展开刚刚前面的那一种很熟悉的一开始的对话。好，然后，那么，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象征啊。哈，譬如说，你现在如果开始发现说你原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那第一个象征就出现。第二呢，新的朋友圈群体邀请你去参加，那这个就出现。第三，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会出现，就是说，也许你看到了某个人，会有一种这个人好像我认识，其实你完全不认识，这个是第3个讯息。那第4个讯息是，你跟你原本的朋友圈跟旧圈子的互动开始减少了，那表示说能量已经自然的把你移到了新的位置。好，所以这4个迹象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新的恋人的讯息跟能量已经非常靠近了。所以我们这边总结要讲的是说，像刚刚正义牌的逆位那个时候命运的推动介入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一个关键点，它其实在告诉你说，相遇的时候从来就不是一个立刻能到达的位置，而是无数条的不同的故事线偶然的相遇、汇集、转弯，才会不小心走到了正轨。因为圣杯其实在告诉你说，那个人已经走上去那个正轨，你只要跟上就好了。然后正义牌的逆位告诉你说，原本的秩序打乱是因为要把你推进出跟上他的那个路径上面。因为土能量实在告诉我们说，那条路径是很稳定的。当你走上去之后，你们两个的相遇的路径啊，各方面就已经有很稳定的基础。相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哈。那我觉得圣杯3逆位这里讲的一个最关键的意思就是，它一定是在新的场域里面出现，但是不用担心，它出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那就是你们相遇的最佳时刻，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非常陌生到不行，它一定会有一种熟悉感会出现。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第4题啦，就直接帮这3个做一个总结。其实总结来说，我觉得第一题它其实在讲说，其实你们的灵魂在某些，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在某些象限已经有遇见过了，所以一直在强调某些熟悉感会一直存在。所以无论你们是陌生人的遇见，可是一开始的熟悉感就存在。我们第一题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好，那我觉得从这边，如果在另外翻牌的话，应该会翻到说，你们在灵魂在不同的象限里面，应该有可能有非常接近过，是非常的知心好友啊，灵魂伴侣，或者甚至已经有恋爱过了。只是这一次在打散之后，然后能量非常靠近的时候，结果发现灵魂有灵魂有感受到在附近，所以我在呼喊，对空中呼喊，最后才发现说真的在附近，所以就慢慢的在命运的协助之下，你们两个就进入了差不多的旅程啦。所以从第一题来说的话，其实是在暗示你说不用担心你找不到他，因为那个熟悉感很强哦。那个熟悉感应该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某种记忆啦，这个记忆力会很强，所以你们遇见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我好像在别的地方已经认识过你了，是认识过你了的感觉，所以你们一开始就会非常契合，不用有那种很尴尬的那一种去寻找你是谁我是谁，或介绍你是谁我是谁的那个关卡，应该就不会出现。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张牌的时候，其实是某种特质，你们彼此某种特质在指引你们相遇啦。也就是说，而且尤其第二个题目在讲说，你的能量其实有一直在整个灵魂的呼喊这个概念里面的时候，不小心指引它往你这边靠近。2号牌的这几张牌，我在讲说，其实你在你的世界里原地不动就可以了，你不用特别去寻找它，不用特别去做任何事情去指引它靠近你，没有，因为它已经在很远的地方，早就已经看到你内在发出来的那个光，已经指引它慢慢的靠近。只是近期它靠近的时候，它越来越明确，它对你的感觉是这样，它越来越从别的地方观察你，或是你们第一次的互动前跟朋友新的朋友圈，他就已经有看到你了，然后他就已经有在特别注意你了，然后你身上有很多的特质，你原本的真实的特质早就已经吸引到他了，只是一直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的机会，可是我觉得也快近了，所以等到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内在的原本的你本来的自己，他会不断的告诉你说，就是这些东西让他注意到你，所以呢，
第二个题目是在告诉你说，现在的你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能量，不要特别去改变。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牌对你做提示，可是这个提示其实是要告诉你说，现在就很好了，不用去加强，保持下去就可以了。记得好的能量会因为你现在这个好能量被吸引过来，他现在其实越来越看清楚你给他的吸引力，所以他靠近的速度其实也会快。虽然我们前面讲说要跟上那一条路啦，其实只是比较像是说，之前可能他还没看到你，可是慢慢的命运已经把你弄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了，他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了。这个是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跟上那一条路。可是其实我觉得前面已经讲很多东西，就是其实你们内在的灵魂啦，有在自己对话呼喊，把彼此已经拉到一个回圈里面了。只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呢，也许有看到彼此，也许他先看到你。可是现在的第二个题目的这些能量，其实在告诉你说，他看到你了，而且他还往你这边走来了。你没有遇到他，你不知道他在哪，没有关系，他已经逐渐的在这个回圈里面自己往你这边走来了。好，那么第三个提示，其实在告诉你说，其实命运一直在偷偷的把你们推进啊。刚刚我们前面有讲了，所以这个回圈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两个人的灵魂有找到了某种归属感。就是我觉得第三个题目在诠释一种你们最近所接收到的宇宙的讯息，或是整个共同意识、集体意识都很相近，所以会让你们会发生什么？会让你们可能会出现在差不多的场合，会让你们认识差不多的朋友，会让你们有差不多的时间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或是想要去同时去学什么。所以现在第三题所有的牌这里在讲命运现在已经把你们集中在这个回圈，其实他就在讲这个回圈已经把你们丢进去了啦。所以这些迹象呢，在讲说，慢慢的，你们就会彼此出现在一个意料的场合，然后会发现彼此是很陌生的，完全没看过的陌生人。可是很奇妙的，在眼神的交流里面，却有一种推动力，就是这个人我好像认识，可是根本不认识啊。会有这个强烈的能量会把你们拉近，你们会不自觉的就靠近，产生一些对话了。所以呢，我觉得总结这全部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们的第一次相遇其实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冲击了，而是一种静静的摸索。它有点像是摸恐怖箱，虽然这不是恐怖箱，就是你越摸到毛毛茸茸的东西，越摸出那个形象，反而觉得安心。好，然后你们在靠近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暗示是，两个在靠近认识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可是好像心里觉得这个人好像会知道我的名字，这个人好像有听过我的名字，会有这种很奇妙的融合感，而不是产生距离感。所以当你们开始互相互动的时候，一开始两个人就会产生一种好像能够治愈彼此心灵的一种对话的默契。这代表什么？你们的语境很相同啦。你们遇见的时候语境很相同，语境相同原因是你的灵魂可能之前就已经有相处过了，而且你们两个在靠近的时候会觉得说，好轻松，身上有好多疑惑或什么，就突然放下来。不是因为对话，或是你们彼此帮自己解惑，而是跟这个人对话，这个语境很相近，这个能量很靠近的，就发现说好像有很多重担可以先在此时先放下来。但记得这些牌在告诉你说，最近如果有很多不同的活动、不同的人的邀约，要去认识不同人的机会的时候，赶快去。当你开始发现你的生活秩序有些时间开始被打乱的时候，就表示这个能量、命运的能量已经开始介入了，因为要把它能量放进来，不要错过来我们现在来从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开始我们直接从第一题开始。第一题，我设定的题目是：你们会在哪一刻确定彼此就是对的人？应该就是说要相认的时刻了啦。所以这边有金币3号、土3号，然后圣杯国王、圣杯10，还有圣杯皇后。水能量非常多，还放在土能量上面而且这个土能量是一种合作交集。密集结合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从金币3开始来看，虽然是逆位但是我觉得差异性不会差太多，只是在一些某个转折的破口里面找到一些出路了。所以金币3的逆位带来了一种打破计划的相遇，你们的确认不会发生在一种刻意安排的日子，而是生活的节奏被改写，生活的节奏被改写的那个时刻了。所以原本的金币3呢，代表了稳定啊、合作啊，还有一些循序渐进的那种步调了。但是逆位意味着
说这份相认会被打破在那种按部就班，就是你原本的时间表上面不会发生，它会在另外一个破口里面，另外一个路线上面才会发生啊。所以它可能会是什么？可能是你取消了一个行程，临时决定去另外一个地方，还是你原本不打算不出门的时候，朋友把你叫出去了，你就出去了，这样。所以这些改变都像是一段，你听音乐突然不小心按到了其他歌，然后别的歌进来了，虽然那个旋律节奏不是你熟悉的，可是却在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就让你感觉到说，这首歌我怎么没听过？我应该要听到的，我今天怎么听到了？我之前错过了，结果他这首歌自己跑进来的，会有这种很奇妙的感觉。所以土能量的意识，金币能量的意思就在这边告诉你说，命运会在你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扎实感，有一种落地的感觉。飘散在空中的羽毛终于落地了这个时候，这里土能量带来是这个，所以它的逆位呢，反而让这段爱情就像在空中飘散的种子，然后风把它吹到了它该落地的一个沃土上面，所以它这个爱情生根扎地的位置可能不是你所预期的，可是它仍然会在意想不到的位置茁壮发芽起来。好，我们来看到圣杯国王圣杯国王这边讲的是一个情感上面、情绪上面被稳定下来了啦，所以在这个相认的时刻圣杯国王的能量会变得非常明显，它会凸显你们相遇的时刻的一种稳定性，所以这张牌代表一种很成熟，然后很深刻的一个情感，它不是火能量那种很冲动的。很冲动的，或是比较澎湃的，像海浪打上岸的那一种，不是这个感觉，它是一种安安静静却有力量的一种小小的摸上沙滩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想象，海浪其实还是一样的强而有力，可是它在黄昏或清晨的时候，感觉好像安静了不少，温和了不少。所以它的靠近，它的出现不会用一种急促的方式到你面前，然后很大声的告诉你说你是他想象中、期待中对的人，他不会这样，他会慢慢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然后会用一种眼神跟一些肢体语言，然后在你面前产生一种非常深刻的存在感，会让你的当下全身会觉得有种紧张感，然后可是立刻就被卸下了，你会开始松弛了。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小小的震惊，可是立刻就卸下这份紧张了所以那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对话，你们的对话，然后他突然微笑着对着你看，或是像是早就知道你会出现在这里或是在一个很拥挤的场合里面，他的目光总是精准的，能够找到你、看到你，仿佛这个世界再如何吵闹，他始终能够在那些小缝隙里面，让你知道他在这里，即便很远。你也会知道，他就在不远的前方，有一种很强的安定感。所以水元素的力量就在这里了，它让所有的情感有一个非常好的连接，有一个很好的承接。所以这个人能让你感觉到说，他有足够的深度跟温暖，去包容你内在的一切，黑暗的、乐观的、悲伤的都有。无论你过去的故事是什么，未来会有什么位置，他都好像跟你连接在一起，可以陪你一起走。这个就是圣杯国王所带来的一个启发跟意识，它是一个稳定的港口的能量。再来我们看到圣杯10，圣杯10它就是一个数字1到10的一个终结啦，它是一个归属感，它讲的是一个归属感，所以圣杯10是一个爱情的最后的终曲，最后一段书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篇，它讲的是一个情感的圆满啦，所以它现在出现在这里，而且还不是逆位意味着你们相认的时刻并不会只是觉得喜欢，而是会发现自己心里最后一张拼图被找到了，所以也许你们会站在某一个。后来相处之后，会一起去旅行或什么，站在一个风景前，他会随口说出一句话然后刚好就跟你心里的某种愿望很契合，或者是你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们同时会提到你们生活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细节，就非常相同，然后可能会发现你们会越来越多的小小的共通点，都会就这样。跑出来，然后可是心里又不觉得说这是偶然的，这是巧合的，而是你们的灵魂好像早就安排好了，是你们两个彼此之间的一种什么暗号，是一种暗号的感觉。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说，两个人每一次暗号跑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空气中的气氛变得不同，时间会放慢，背景音乐好像变得模糊，世界上只会变成你们只有两个人，所以那个不是一个。浪漫剧情的夸张的感觉啦，而是一种很扎实的，这个人就在你面前的感觉。他因为他水能量走到时间要走到稳定扎实的，他已经有那些土能量的配合了，所以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画面或是想象中你们在一起的画面，会比你在梦境里面或是你梦想中的爱情会更自然、更完整。毕竟已经走到圣杯10
它所要带来的那种完整性它就会超乎你意想的美好跟完整啦。然后我们再看到圣杯皇后圣杯皇后讲的是我们内在的那种双重水能量的一种回应啦，两边的回应很浓厚的回应所以圣杯皇后是一种情感的直觉的化身，所以当圣杯皇后出现的时候，代表你内心不需要再分析了，不需要再确认，也不要去问别人的意见了。你遇到他的时候，他遇到你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内在就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了。所以这种相认的瞬间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你的心会先一步的做回应，他的笑容会让你感觉到很强的温暖，他的语气会让你想要停留，他的靠近会让你不会觉得很紧张，而这种熟悉的安定感就会在圣杯皇后出现的时候，强化了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的那一个氛围，会比你以为的不紧张，会比你以为的更熟悉，会比你以为的更安心所以圣杯皇后能量提醒你说，这并不是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动听的话而打动你，而是你们两个的频率对频，一开始遇到就对频，就对齐就是像两个雪山流下来的河川冰雪融下来的河川，终于在最完整的转弯处汇合了。两个人的水深、水流是一致的，才发现原来你们是从同一个山上流下来的，只是分散了，终于要汇合了。这水能量带来的某种结合的力量所以呢，这4张牌4个元素结合我觉得他在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你们的遇见啦。你们的遇见跟认出对方、辨认出对方，是因为你们内心灵魂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契合。也许在灵魂在以前不同的象限里面，你们已经认识彼此非常久了，绝对不是一个外在的条件也不是一种社交场合的那种对谈的那种契合跟交集，不是然后土能量在这边呢，也在这整个4张牌里面做一个打底，它成全了这一个情感的时刻，它会刻意的打乱你原本的计划，把你从原本的计划里面抽出来去遇见他。你遇见他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中的意外的情感的礼物，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然后你并不是刻意去寻找爱情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了。没有，他这个是在生活里面的小岔路，转弯之后才发现他就在这里，没有离你很远，只是你一直忽视了所以这几张牌其实是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啦。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一种画面就是你原本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着一件事情，但因为一个小意见小意外然后让你来到了这里，可能就朋友的邀约或什么突然改变形成的一个灵感。就当你走进了一个陌生的空间之后，结果发现他就在那里。你们遇到的时候，视线刚好就相遇了，而且完全不尴尬。然后你们开始对话，就发现彼此的声音语境笑容内容都很难去多想很多，就自然而然的进入那种很真诚的对话里，声音也很熟悉，声音也很喜欢，甚至会觉得说你们两个的节奏感已经 match 到连心跳声都听得到了。所以在你们的对话瞬间中，心里会不断的确定对的人就是这个人的那一个轮廓，它一直在重叠，然后觉得安心。最重要的是，它会进入到一种非常安心的感觉。所以在命运的概念上面来说很多人都会以为说确认彼此是对的人，需要经过很长的一个试探跟观察的条件是。可是，在这一个故事里面你们的确认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会非常以纯粹的方式跟直觉的方式就确认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相认并不是整个爱情的终点，而是刚好在一个完美的起点做一个完美的开始，在那之后你们会用非常多的日常去印证这份感觉，因为只是4张牌嘛，土能量很少，可是因为它的土能量是金币3，所以它会印证出你们两个人的结合，跟你们两个人一致往未来走去的一个步伐。后面的那些日常的细节，只是在帮你们一次一次确认你们当初的直觉没有错啦。然后后来你们就会知道说，爱情这件事，你要遇到这件事，不论绕多远的路终究会在对的时间跟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让你们相遇。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题。第二题这边问的是，他靠近之后，这段感情会呈现什么样的模样？我设定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他靠近的时候一些线索啦，然后再看看是你和你的感受上面会有什么明确的讯息。所以第一张牌呢，恋人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共鸣的开始了因为恋人牌本身它是一个浪漫的、很基础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基础的，它比较像是开端，因为后面很多跟浪漫有关的牌，它有许多的转折。恋人牌出现的时候是基础里面的浪漫发芽的时候，我觉得最明确的一个象征啦。它比较像是灵魂已经选择了让这份爱情的路径开始的一个门，选择打开这个门开始了这样。但是
当他靠近的时候，这段感情呢，并不是一个毫无疑问、理所当然的会产生恋人的这个结果了，而是双方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都会做出某种明确的决定，往爱情的这个路径上走去。那种感觉呢，很像，我想一下，很像是我平常说的那个宁静的无风的湖面啦，然后他站在那个湖岸的其中一侧，你站在湖岸的另一侧，可能就是最远的距离这样。然后中间清澈的那一个湖水啊，然后照射的天空的蓝色，天空的云朵这样，然后你们呢仍然能够看到彼此，但是要走到彼此身边呢，这段距离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但是要有人先决定踏出那一个第一步，跨越这段距离。那这段距离为什么要用湖水的？因为它会有非常多的涟漪跟波动会开始。是要游过去呢，还是踏过去呢？还是那个湖面其实不深呢？它只是一个池塘呢，能够轻易的走过去呢？不知道。可是总要有人能够踏过那一步后，去搅动、去翻动那整个水面上的涟漪。这个就是猎人牌一开始所谓的共鸣的开始，要从选择而来。所以猎人牌的能量意味着它并不是一个因为一时心动而靠近你的，而是经过了内心的什么确认才会走过来。你们之间会有许多的对话，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分享彼此的价值观、梦想啊，我觉得还有恐惧啦。所以这些交流呢，初期的交流会把两颗本来是很独立自我的、单独的独处的心，慢慢的编织在同一个路径上面。所以恋人牌出现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选择走到相同的故事线的一张牌。然后那一条路才会出现了。当然，你们还能够保有自己的路径上，可是路径会有重叠，会有独立的两人世界的那一条路。所以4个元素里面呢，猎人牌的那个能量带来很强烈的清澈感啦，让这段感情在初期的时候非常重视交流跟理解。你会发现说，恋人牌好像以为是绝对浪漫主义的，其实不是哦，因为它本来的一个风能量所带来的那一种理解跟交流，其实还是蛮高端的。他其实是边看边选择的所以你会发现他很愿意听你说故事，他选择了去倾听你，他选择了去靠近，他选择了要往爱情的这个路径走去之后，他会非常愿意倾听你的很多事情，也会把自己最真实的部分放在你面前，希望你接住。所以我们看到了星星牌虽然这边是逆位，但还好，它还是一种温柔的怎么说？它逆位了，表示说它要从一种星空的念想、妄想和期盼调回到地面上，变成是一种现实的审核、现实的考验。所以星星牌正位的说是一种希望跟疗愈嘛，但是逆位的说它并不是意味着失望，不是说愿爱无法达成，而是它在做一个提示：即使命中注定的爱，即使命中注定的爱现在正要出现。但是它还是要经过一些现实的挑战，所以当它靠近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说，你们的生活节奏啊、生活背景啊，还有人生的短期目标可能不太一样。那你把它想成阻碍的话，这就一拍而散了。可是我们会感受到这份很黏腻的感觉，它其实会变成一种考验，它必须要从衡量，它必须要去看到说我们能不能够突破所以星星逆位的能量呢，像天空上面的星星突然被云层遮住了啦。但是那个星星消失了吗？没有啊，只是你们需要学习等待，然后理解云是会散开的，理解需要一些时间，理解现在的现况只是不完美的一个开始，但是慢慢的等待，牵起彼此的手，慢慢的期待，这段时间会让你们在看不到方向的时候，会反而让你们更真实的认识到对方啦。其实我觉得星星牌的逆位反而是要反观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期许还没有出来，还是有什么期许过大，还是有什么期许是为了去补足我们内心的脆弱、犹豫跟不安？就发现眼前的这个人，他就能够补齐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像这么浩瀚的宇宙或是未知的未来去做一个期盼。其实对眼前这个人互相理解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们也许能互补，还能够找到彼此的有点更多的理解。所以他这边所谓的回到现实里面去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就在眼前，很多的机会、优势啊、优点啊、美好，就是在眼前的这一个人里面。那，毕竟薪水，我想一下，没事。这边有一个很细腻的能量的在提醒你们啦，
两个人真正的亲密呢，不是因为对方完美，而是即使看到了彼此有一些缺陷的时候，仍然一起往未来走去啦。这个就是这里所谓的现实的考验哈。再来，命运之轮哈，我觉得命运之轮出现了，就会来到了一种时间上面的确定了，表示有些东西正在推移，或者有些转向必须要转折了。所以命运之轮的出现呢，是这段感情里面的一个节拍期、节奏期。它意味着当你们开始跨越初期的那一个认识的那个小阶段，它有点小磨合，它有一种小确定、小选择哈。然后当这个地方一跨越之后，命运之轮的一种很强而有力的力量就把你们推到下半场了哈。记得我时常说，命运之轮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50%的前后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说，命运之轮出现的都不是在初始点，初始点有很多其他的牌。命运之轮出现的时候，它在帮你佐证说现在是已经一半了，所以要开始检视前后的事情哈，是有关联的。所以当刚刚前面那2张牌的初期状况结束了，或是快结束的时候，命运之轮的能量就会发威，它会把你们推向下一个阶段。所以呢，这可能是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状况会出现什么？有可能会有一次重要的旅行，好，你们会有一个重要的旅行，或是会有一种共同面对某种挑战、生活的、工作的互相讨论的人哈。然后，或是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背景啊，各方面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可以调节，然后看能不能改变一下生活的模式。这个是命运之轮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它要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制造从朋友初期那个普通的关系里面制造一个很强烈的转折，让彼此的连接更深，看能不能再进到新的关系的层次。所以这个人靠近的时候，感情其实会呈现一种越走越快的，它不会慢慢的，它会越走越快。好，两个关系会越走越快。一开始可能你们两个只是偶尔见面做朋友，然后慢慢熟悉之后，到某个阶段的开始的时候，频率会加快，次数会加多，你们会开始自然而然的出现在彼此的日常里面，好像两个人生活就汇集起来了，好像汇集成一条河了。所以命运之轮这边在意味着说，这段感情其实有许多的巧合。不经意的就把你们两个越来越黏腻，不经意的就让你们两个遇见的或是约见面的频率越来越高，有很多的事件在推移。同时，偶然的会想到彼此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偶然的也会在某些地方就遇到了彼此，然后有的时候在聊天传讯的时候，就偶然的发现说彼此你们有一些相同的想法。这些很多的细小的难以言喻的、难以启齿的小巧合，反而或是很容易忘记的小巧合，反而会让你们一次一次感觉到宇宙一直在把你们两个推向同一个方向。明明你已经很靠近，明明已经交汇了，可是它好像在推向你们，在更加的接近，更加的亲近哈。所以这边金币国王呢，它算是这4张牌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句号了。好，它设成一个句号，它代表了某种安定跟承诺的形状已经快要出现了。所以金币国王的能量呢，为这段感情奠定了一个很厚实的基础了。在它靠近之后，不只会一个短暂的热情，它会有更多的意愿哈，想要去再往未来走，带你往未来走，一起往未来走，跟你约定好这样。然后也有能力哈，去给你保证。然后你们两个人是有能力一起经营未来的关系、长期的关系的。所以土国王的能量在这边是，实际上的行动是，他会记得你的喜好，然后他会明白知道你需要的时候，他需要出现，然后他会有非常稳定的节奏，会陪伴着在你的生活里。所以他的爱不一定是一种华丽的告白或惊喜啦，但是会在很多的细节里慢慢的堆积，很多细节里慢慢堆积。所以土能量。的特质其实会让你们在爱情里面好像是一个被细心照料的一个小小的花园，它的成长并不会那么快，但是会在一夜之间你会发现某些东西就开花结果。所以对于整个两个人关系的成长不需要急躁，他的内心也是不急躁的，因为他知道距离开花结果的那一段时间不是靠时间来去衡量的，而是靠踏实的一步一步的走，踏实的每一天细心持之以恒的等待就可以了。他对爱情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从4个元素的平衡上可以看得出来了，这段爱情不会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也不会只有浪漫而缺乏整个里面的饱和度或是根基。它是既有灵魂上你们一开始就有所契合，还能够实践到生活上面，慢慢的去创造很多两个人的生活独有的生活的感觉。所以在爱情的模样里面呢，如果要形容说它靠近之后这段爱情的样子，我会觉得它像是一首前奏比较温柔的歌，然后节奏会慢慢的加快，好，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就会展开很强烈的正能量。所以在生活里面大概可以预想到你们未来生活的状况，就是说他可能你们两个会产生某种习惯，可能坐的位置有一个人喜欢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就变成很自然而然的会分配这样子的位置。然后在累的时候呢，彼此会互相帮忙提包包，不用问要不要帮忙。
好，然后未来一起规划旅行的时候呢，不用特别去确定是什么时间，可是会在知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会收集非常多的灵感，两个人会互相不给予压力，然后在彼此心情低落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会给很多建议，反而他会静静的待在你旁边，直到你开口，他就在那边倾听，不会去灌输你，或是过度的去分析你。所以这边很多的微小的行动呢，反而会变成你们在生活中相处的时候一种爱情的骨架，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然后支撑到未来你们会很多的关系变成更多的确定啦。那我觉得他靠近之后呢，这段爱情会有浪漫又很踏实，然后这些都不会因为是心动的开始，然后感受不到心动的时候，就因为现实的现况或什么有些差异就停下来，不会。好，因为这边会带来某一种你们已经找到了两个人往前进的一种步伐啦，然后会相信说这个步伐一致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共同努力去完成。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题哈。第三题要讲的是说如何走进他的心，你怎么走进他的心？你的心，我写这条题目的时候，我大概应该是在想说，你怎么跑进他的心境里面了啦？怎么成为他比较重要的人？好，大概应该是我当初应该是这样设定的，没关系。好，我们直接从牌面上来看哈。像第一张牌战车牌哈，战车牌的正位比较像是说，是有某一个方向盘，让你们两个就往那个交汇的命运上面这样往前进的。因为战争牌本身象征一种意志跟掌控的牌，而且是有明确成功的目标往前走的，所以它意味着你们将会用一种非常稳定，而且带有非常持续性的热度的方式，实向了彼此的生活，或是你成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把你当成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撞击，我们刚前面第二题就已经有讲到类似的东西了哦，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有点像是类似在繁忙的街道上面的时候，然后看起来好像完全无关的一些向导，结果你们两个却是在某个路口就这样转弯的时候就遇见就交集了，所以这里形成某种稳定跟推进的平衡啦。哦，我认为你们两个的能量会让他觉得说，你进来他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要干扰他的，而是明确的感觉到说你们两个是并驾齐驱的。所以战车牌出现的时候，反而会像这种双重驾驶员的感觉，不是谁要引领着谁，是两个人都可以交换着开的。两个人因为什么？两个人方向一致，所以你走进他心里的第一步呢，其实就是让他觉得你的存在感并不会打乱他的方向，然后也不会替他决定他的方向，而是感受得到一起可以掌握未来的命运，有那一个一致性。好，战车牌在提示的是这个。再来，我们从世界牌里面再继续看到说，你如何成为他内心比较重要的东西啦。我觉得世界牌出现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种终结、完成，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再起来的一种0跟1的交错的位置哈。所以世界牌的正位是一种很完整的气息，它意味着你在他的眼里，会让他的人生故事拼图变得非常完整，因为你可能就是那最后一块。而且他在你出现的时候才会发现你就是那一块，他其实原本没有在找，而是你出现的时候才发现说他缺这块。其实这并不代表说他人生非你不可哦，他原本不是觉得非你不可，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你出现之后，他才发现原来有缺这一块。他才发现说有一个非常小的角落的时候，他一直觉得人生不完整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出现之后，他才发现在那里那一块在哪里。所以你出现的时候，会让他的情感的篇章突然发现了有新的弧度、新的广度，那是他没有发现的。原来那一个东西找回的时候，他才有一种有结局，终于开始了。原来这是新的爱情开始了，原来他也需要这个新的爱情开始了。所以我们刚刚才说，它有一种完成跟新生嘛。完成是找到你这一片，牺牲是终于有新的局面要开始了。哦，所以这张牌有很多的轻柔的交织啦。哦，情感面，你的出现会让他卸下防备，然后你的自由的感觉、自己的感觉、独我的自我的感觉，会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不会被绑住。你会让他感受到爱情，进入爱情不会是一个牢笼的感觉，而是会反而奔向新的灵魂自由的一个境界。所以当他在你面前展现出真实自我的时候，甚至他有时候会展现出一些他其实本身也觉得自己不完美的那个片刻的时候，你仍然会用一些轻盈的方式把它接住。所以那一刻的时候，初期相处就会有这些小角落，你就不小心的进入他的内心的核心了。好，所以我们这边在看到的是宝剑骑士的逆位啦。宝剑骑士的逆位反而是在暗示说，你是怎么慢慢的走到他心里的。因为如果是正位的话，他是突如其来就冲刺，配合着战车牌的话，他会冲刺的非常急促。可是因为是逆位的宝剑骑士，他发现
原来你是慢慢的走进去他的心里的哈。其实啦，你可能会发现，你们在初期相处的时候，对于爱情感情的时候，你们在谈论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迟疑，然后对于过去的一些伤口，他会有一些不太谈论，或是谈论的时候会说话比较急促。那你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反而把这种可能紧张或什么放慢节奏，因为你所带来的风的能量被宝剑骑士所诠释的是比较节奏比较轻盈的、短暂的，是轻拂在脸上的那个风，他感觉得到，所以他会慢慢的松懈，或是慢慢的知道说他对爱情的紧绷太多了。好，对于思考过往或者诉说过往的时候太紧张了。可是因为你反而很轻松自在，他愿意。或是他配合着这样，他反而觉得更好。他那些的思维感受都太多了，所以在整个整个能量上啦哈，我会觉得初期你们相处的时候，你多倾听，多等待他的发言，然后偶然的幽默去回应就好了，因为他也会这样做。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蛮多是他对你嘛，可是在这里就要变比较说你对他做了什么，然后走进他的心里，因为。他会在这些比较柔软、比较轻盈的相处方式之后，他会慢慢的确信发现说，爱情在初期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有像以前的伤口所创造的那么多的防御跟防卫，可以安心的去享受初期的那一种轻盈的、舒适的交往就好了。尤其你本来就不会带来那一种紧张的东西，他是他自己内在的防御一开始就太多，所以宝剑其实在讲说，你的不急躁，反而成为他内心的某种。安心的感觉，所以这边也在提醒你，如果你进入爱情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紧张，你就轻轻松松的把你原本的自己的那个轻盈自在的感觉，像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那个自在的感觉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它会有非常好的正能量的交换啦。再来，我们看到权杖侍者逆位，其实这边权杖侍者的逆位在讲说，你怎么跑进去他内心的某种那个方式，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做一个很明确的表达，或是就是某些很明确的表示，然后让你知道说他喜欢你，然后才确定了其实你已经走到他心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边界感，或是一个红线感，不是这样。其实你跑进他的心里的时候，其实是在日常某些相处微小的温度的开始。我觉得这两边都有。基于我们前面已经看了那么多张牌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在这里其实有答案了。其实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一点一滴的彼此的关心啊，或是一些小互动、一些小约会啊，不经意的在提出烦恼的时候，两个人都能够接住，能够给予一些温柔的回应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所以。这边的逆位的火能量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像焚烧过的一个大火之后的那一种木炭啊、余烬啊的那种些微的温度，这是你们两个相处里面的那种稳定的热源。那这种温暖呢，会在你们不知不觉之中，会在很多的低潮啊，或是内心失落、孤独的时候，保护着彼此，而让彼此的心慢慢的为彼此打开。这个能量比较不像是驱动于往哪里走去，而是某种保护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里也在意味中，你走进他的心的时候，几乎是一个他自己也察觉不到的一个速度跟一个故事线。所以当他回头看到自己为什么对你这么在乎，才发现说那个起点，他把你放进去他心里的那个起点已经非常早就开始了。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某种温暖的回应，你对他温暖的关心，你对他一些小动作的给一杯水啊，或是约他出去的时候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很喜欢的时候，就在很早的时候，这种感受就已经开始了啦。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的是说，其实你会走进他的心我不觉得，或是你们两个的关系要进入交往或什么，我觉得两个人不需要一个很确定的告白或什么的，而是两个人在稳定的互相的陪伴，在很多的小对话里面真诚的理解之后，然后还适时的保持某种距离，然后还让两个人的温暖彼此都还是保持某种持续性的温度的时候，它会让你们两个在某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会明确的表达出就是你了，然后他会对你说，也是会对你说就是你了。可是我不觉得你们会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认可，而是会在更多的小地方的相处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
在一起，就确定了关系。可能要变成是别人问，或是朋友问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一起了？”时候，你们才有一种被叫醒，就是说：“我们好像要确定一下。”可是其实你们两个的相处方式，其实就已经像在一起了，只是你们一直没有觉得要去正视它，或是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放在台面上，把它讲清楚，有那么重要？因为你们内心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于彼此的认可。因为你们的那种陪伴、理解，已经超越了要不要确定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再到需要确定的时候，就会很云淡风轻的就成为了，云淡风轻的就确定了，也不需要这么的看重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确定关系了。好，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啦。大概看一下，把这3题再看一下的话，我觉得第一题的故事是那个确定彼此就是对的人的一个时刻了。水元素的柔软在里面的流动有代表了那个国王的深情啊或是圣杯十的一种圆满，还有皇后牌的温暖。然后这其中会让你们不太计较过去的一些繁琐了，然后共同会慢慢的建筑一些很重要的感情的时刻。所以这份感情不会像一见钟情那样一开始就很冲动了，可是灵魂的认可跟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发现说你们会走在某一种脉动、心动上面的频率都很接近，而且你们的感情的浓厚度都会一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里面，眼神的交换啊，一些很对的对话。好，还有在接触彼此情绪的时候，都接得非常完整、非常明确。这是第一题在问的。那第二题呢？他讲的是爱情展开的时候，爱情展开的时候，你们如何感受到其实有命运把你们推挤在同一个位置啦？那我觉得2号牌比较多的是说这段感情它原本的形态不是一种很浪漫的，它是一种对于未来跟生活里面，你们慢慢的会发现说，两个人的存在是能够互相承载爱情的发生。也就是说，你们在一起生活之后，相处之后，发现说，生活感很重，两个人生活的搭配也很重，然后爱情反而不会变成是核心，反而是。就是说，你们的生活感建立了一个很不错的船啊，爱情只是上面的一个乘客啦。可是那个船会走向一个你们两个共同想要走去的那个未来，而爱情只是其中一个乘客而已，很轻盈的跟随你们，而成为你们两个非常黏腻的一种关键哈。那到第3题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讲说你怎么走进他的心的嘛，我发现你应该。你也没有觉得你是刻意走到他的心的，而且他也没有特别觉得你是什么时候走进他的心的，而是在你们两个慢慢的相处之后，才发现说彼此走到了某种新的方向。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新的内心的方向，可是两个人就很默契的走到一个新的方向，可以两个人就互相走到彼此的心了啦。我觉得都是在一些生活中一些微小的理解。然后微小的默契的发生，还有一些短时间的陪伴，或是重要的时间的陪伴，然后两个人就自然而然在灵魂的内心深处、心灵内心就一直在为对方留着一个重要的位置，然后慢慢的从朋友、好朋友、谈心的朋友，就这样子走到了很重要的发生要去确定交往关系的那一刻，或是就自然而然的就走进了交往的关系，然后你们也不自觉那有多重要，然后到某一刻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因为要一起确定要去哪里或什么关系上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早就已经确定两个彼此的关系很重要了。其实第3题再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份相遇以后，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那一个好的位置了。那这一个概念在讲什么？好像没有太多的挑战，也没有很多的阻碍。即便你们两个可能来自在前面有些牌友讲说来自可能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向，可是这些挑战好像不足为奇，没有影响到太多，因为你们有其他更大的生活上的默契、理解、陪伴，还有一些很强的互补吧，也有可能会出现。早就已经让你们两个的人生走在同一条路径上面，才会发现说这3题看下来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只差遇见，就赶快遇见就好了哈。所以如果在这3题做一个顺序的话，就比较像说第一题比较像是说确定有这一个人，然后第2题就是比较像是说看到了两个人的爱情的形状，然后到第3题就比较想说我们两个是怎么走进去爱情这一条路的。这3组牌就在讲这个东西哈。所以总结来说，当你们两个相遇，然后开始认识，有一些交流，甚至已经到了不小心就成为了恋人
确定关系之后，它并不是这段爱情的结局，反而是你们开始确定之后，发现说，哦，我们有新的未来，新的起点又要展开了，我们一起走到这里了。我会认为，两个确定关系的时候，才是真正爱情登场的时候，因为你们两个后来会把爱情的这个能量拿来去发展成确定更多的未来的关系，会有更多的冒险。好，或是去寻找更多的挑战，这是你们两个之前相处的没有的，因为你们之前相处都在那个日常生活中里面淡淡的组合在一起，淡淡的成为彼此的依赖，可是你们不觉得难受，不觉得自己的空间不见，不觉得自己的自由减少，不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压缩，你们就自然而然的好像就这样子分配在一起。好，所以确定关系反而从这几张牌看起来，反而是真正爱情登场的那一刻。好，那这就是第3张牌的朋友哈，其实还蛮复杂的，希望给你一些新的方向跟感受哈。那谢谢你来听哦。